这辆双层马自达明显动力不足，一番努力下来，反而还被飞机倒拉回去了。看来这次够呛能赢。话说上集皮特队给卡车底盘装上电池后，把线路进行简单的连接，没想到一尝试竟然直接成功了，发动机很容易的就启动了。看来这次改装工作应该很轻松。接着队长让队员去寻找其他的必要零件，比如转向柱和方向盘，只需要把这些都整合好，这辆车就算完成了。接着我们来看瑞恩队，他们放弃了原本破碎的车壳，这个选择给改装带来了很大的困扰。队员们不得不重新寻找，在这个偌大的报废厂里找到一辆合适的车还是很容易的。经过半个小时的游走，他们选择了一辆马自达，要把它和底盘结合起来。最后的样子就是视频的开头。趁着这两人找车子的功夫，小队的另外2人也没闲着。此刻他们刚调整好发动机，正在紧张的测试。令大家都没想到的是，第一次也能正常启动，这可把一旁的皮特队惊呆了。没想到对手的速度也这么快。此刻大家谁都不敢懈怠。休息了一夜后，皮特队开始处理功能方面的问题。队员在车场的角落翻找，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零件，尽快的完成改造。瑞恩队这边呢，则是将底盘和马自达结合起来。由于车子不方便转移，大家将它抬起来后，直接把底盘推到了下面。从视频里我们能看到，底盘上立起来了4根钢管，它们对应着4个轮胎舱。现在这2部分只是简单的放在一起了而已，真正困难的还在后面。他们要把转向柱、刹车等都延长，并和底盘进行连接，这将会是一辆浩大的工程。正当大伙忙得不亦乐乎时，二强开着自己的科迈罗赶了过来。他先来到皮特队这边，当听说这是一个卡车底盘后，他瞬间来了兴趣，要坐上去感受一番。很显然，这辆车并没有太打动他。接着，二强又来到了瑞恩队，看看他们能交出什么作品。